元宵节前，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了一则名为“回家”的海报，引发各方热议解读。那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呢？是的，程倩，自去年8月的粤海峡之后，解放军东部战区又在娱宣层面上推出了一个爆款。在我看来，“回家”是一组视觉产品，它不光是一张海报，还用短视频的方式让这张海报上的各种要素动起来了。若从海报制作的角度上看呢，信息量隐藏在每一个图层当中，小手抓大手，这一大一小紧紧相握的两只手，恰好寓意了海峡两岸相向而行的中国人。玄妙之处在于，为什么是小手抓大手，而不是大手抓小手呢？正是这组视觉产品想要表达的核心意涵。小手指代的是台湾岛内心向故土，认同一个中国，看清两岸终将统一大势的台湾同胞。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回家意愿，被自由女神像所影射的境外势力烟熏火烤，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为非作歹，在某种意义上绑架了岛内民众，妄图阻隔两岸正常交往，斩断两岸一统的历史进程。若从视频制作的角度上看，信息量蕴含在每一帧的动画里，也正是让这组海报动起来了。我们看到了因果与逻辑，看到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正是因为台独分裂分子携境外势力染指台海在先，才会有2022年8月解放军围岛进逼实弹演习一片鲜红的落弹区。正是因为在金门海域出现了粗暴驱离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的恶性事件，才会有中国海警大船在下金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的行动。本质上，这是对这几年台海风高浪急、局势逐渐升级的生动展现。因何升级？如何升级？民进党执政当局与他的洋主子可得想清楚了。低头看看手里的牌，继续升级下去是否要得起？我留意到岛内舆论场也在热议这组视觉产品，不少政论节目的嘉宾都在讨论海报上出现的歼20、歼16战机。我不妨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海报上出现的解放军战机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大有来头。歼20来自东部战区空军驻皖部队王海大队，这是一支先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与一江山岛战役的英雄部队。歼16则大概率来自东部战区空军驻赣部队杜凤瑞大队。这支英雄部队的赫赫威名，就是在台海上空真刀真枪打出来的。管你是美军的王牌还是台北空军的王牌，我们打的就是王牌。台海作为东部战区的主责主业之一，还有更多的英模单位没有出现在这张海报上。懂的都懂，奉劝有些人、有些势力要掂量清楚了。中国人既讲逻辑，更论因果。今天传来消息，福建海警周日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您对此又如何看呢？正如我刚刚谈到的，这一轮围绕下金海域的升级是有因必有果，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民进党当局，尤其是所谓海巡部门的遮遮掩掩，台委防卫部门的退避三舍，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今天是星期天，福建海警组织的海上执法巡查行动进一步说明了常态化3个字的意义。管你是休息日还是上班日，我们都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执法行动是在金门附近海域，而非此前我们提及的下金海域。这很可能说明我们的海警力量不仅仅在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小海峡执法，更在金门岛的东南海域展开执法力量。中国海警公布的现场航拍画面很有意思，台委海巡部门小小的巡逻艇在中国海警数千吨的大舰不远处打转，这一大一小的赫然对比，恰好也是两岸综合实力的鲜活写照啊！先不说军事实力，光是海上执法力量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局势一旦要升级成1对1盯防的海上对峙，海警福建支队的警力足够让台委海巡部门全岛各所谓机动队喝一壶的。值得注意的是，渔船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恰好介于113台湾地区2项选举之后，与520台湾地区领导人宣誓就职之前。这是一个十分敏感却也充满变数的短短数月。
这也引出了一个观察窗口，那就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在从蔡英文政权向赖清德政权过渡的进程中，会以什么态度、什么方式去应对处理渔船事件？是给一个明确说法，严惩肇事者，还是含含糊糊，企图蒙混过关，亦或是性质更为恶劣的所谓关起门来谈官相信呢？新的因导出新的果，大陆会一直盯着你们的。此外，海报中标注的6块红色阴影区域，正是2022年8月佩洛西窜台后，东部战区在台海周边划设的6块实弹射击落弹区。如今，解放军见机围岛之势已是常态。台前空军副司令、退役中将张延廷表示，此次金门事件之后，台当局便不敢再如此前一般私自扣押大陆的渔船，否则将引大陆方面海警船到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张延廷还表示，如果大陆海警在澎湖和马祖外海去执法，台当局的船也将不再敢过去。我们这个人是前倨后恭，以前敢扣押大陆的这个渔船，我判断这一次金门事件之后，以后不敢扣押了。扣押的话，来这边执法，你怎么办？提及台当局所谓的4条线，张延廷指出，截至目前，台湾的4条线事实上已经失去2条。所谓海峡中线早就被没收，现在外岛、离岛禁止限制水域也没有了，而接下来大陆也会逐渐没收临街区，最后再没收临海区。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在岛内政论节目中指出，海报画面中位于上方自北飞来的3架飞机是歼20战机，位于画面下方自南而上的2架飞机则是歼16战机，另有1艘海警船位于下金海域。大陆方面释放信息不言而喻。此前佩洛西窜台，大陆直接抹平了所谓海峡中线，塑造了台海局势的新常态。而目前正处于赖清德和蔡英文的交接期，如果蔡归赖随，甚至赖清德想更进一步的话，可以预见大陆方面一定会秉公办事。歼20是什么？是在军事上作用是踹门者的角色，因为它是隐形战机，所以它飞进来的话，我们雷达是很难去发现捕捉到它的。外界注意到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一度企图高调甩锅给大陆方面，但随着事件发酵，台当局逐渐自知理亏，改为低调应对。台防部门也公开表态称不会介入。本身就是为了避免战争啊，不会主动介入，介入的话会升高冲突啊。台方粗暴追逐，导致大陆渔船翻覆，酿成2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已过去10天，反而疑点更多了。例如，一开始台方宣称海巡人员并无不当，企图掩饰其暴力行径，在家属和舆论的强烈质疑下，才承认海巡舰艇冲撞导致大陆渔船翻覆，人员伤亡，但仍不断找借口并掩盖真相。对于最为关键的现场录像，台方一开始宣称封存交检察部门，但遭到后者否认后又改口称没有录像，遭到外界质疑不符合执法程序。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徐巧芯23号向媒体公布了一份海巡内部人员提供的报告，还显示其中记录的时间顺序与海巡部门记者会所提供的说法有出入，他要求必须说清楚。里面针对录影与否有无佩戴密录器相关画面是完全没有提及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以我以前跑海巡署的经验，我跟你讲，会有录影带啦，不可能没有，说没有是骗人的。岛内媒体还注意到，幸存的大陆渔民指控台湾海巡人员刻意冲撞导致翻船，但台海巡部门的说法却同样是一变再变。2月15号说是大陆渔民蛇行躲避导致船只翻覆，但外界质疑直线返回厦门水域就可摆脱台方追逐，为何渔民要选择蛇行？还有舆论要求公布双方船只的现状，来查明到底有无碰撞乃至多次碰撞，但相关部门一直拒绝验船。在媒体压力下，到了2月20号，台方又改口说船身的确有多次接触，但3天后的2月22号又宣称是大陆渔船自撞翻覆。海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自撞翻覆？我骑一个小摩托车，我敢去撞警察车吗？我逃都来不及。是谁指示你说法呢？不就是管碧玲吗？还是谁？岛内媒体和网友认为台海巡部门撒谎成性，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事关2条人命，又牵涉两岸敏感复杂的政治关系，海巡部门的处理难向死者交代。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1号再次强调，台湾方面需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明确交代。这个恶性事件发生以后，实际上大家也都看到了，造成了两岸关系的这个重大的创伤，不仅对大陆民众的这种对台的这种感情造成伤害，而且也影响了两岸关系的这个平稳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导致了台海的这个局部的这种动荡不安。我觉得这个影响是伤害性是极大的，这也是
意味着就是民进党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去承担责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撰文认为，台独每越界一步，大陆就跟进一步。大陆官方在谴责之外，启动实质性执法行动，宣布不承认金门的所谓禁止限制水域，并进行下经海域的常态化海巡执法行动，与佩洛西窜台后大陆突破海峡中线实施威慑性围岛巡航的管辖新常态具有类似性质。这不仅是大陆在依据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和中国宪法进行主权宣示，更是逐步展现和确立了治权执法的新常态，在法理和管辖实践上具有推进两岸统一的制度性进展意义。